今天我们讲黑洞，主要从4个方面讲。第一个，黑洞是如何形成的；第二个，黑洞为什么重要；第三个，人可以看到吗；第四个，如果掉到黑洞会怎么样？什么是黑洞呢？本质上是看不见的虚无的东西，怎么会如此重要，如此强大？这一切都与引力和黑洞的拉力有关，正是它们使黑洞如此引人入胜。现在就告诉你黑洞是怎么形成的。黑洞是由大质量恒星的残骸形成的，如果这个残骸的质量超过太阳的3倍，引力就会变得无法抵抗，导致残骸坍缩形成黑洞。这些黑洞密度极高，引力极强，甚至可以困住光线。据天文学家研究，许多螺旋星系和椭圆星系的中心可能存在着黑洞。黑洞分为3类，首先是恒星质量黑洞，它是最小的一类，质量在太阳的1到100倍之间。这种黑洞形成于大质量恒星坍缩后爆发超新星的过程中。最大的黑洞被称为超大质量黑洞，它们的质量可能是太阳的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倍。第3类是中等质量黑洞，虽然目前只发现了少数几个，但它们的质量被认为在100到10万个太阳质量之间。科学家认为这些中等质量黑洞是通过合并形成更大的超大质量黑洞的。黑洞为什么很重要？黑洞挺神奇的，能解释恒星动来动去的现象，还帮我们搞明白了银河系。我老表爱因斯坦说，黑洞是时间空间被弯弯曲曲的结果，产生了我们感受到的重力。因为黑洞里的东西密密麻麻，引力特别强。问题在于，当咱们盯着黑洞中心看的时候，情况变得复杂，那里的力量太大，科学家都不一致接下来会发生啥。爱因斯坦说，物质进黑洞就糟糕了，信息全毁。但量子力学却说这不可能。总的来说，黑洞就像一个超级复杂的理论游乐场，天体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正在努力调和这2种理论，从相对论到量子物理学再到弦理论。黑洞为专家提供了测试基本理论的机会，帮助我们理解宇宙是怎么运转的。人可以看到吗？黑洞的吸引力特别强，连光都逃不出去，所以直接看不见它们，得用超大射电望远镜和引力波探测器，普通望远镜是不管用的。1915年，爱因斯坦理论说，物体在太空中会产生波浪，就像在池塘里扔个石头会出现涟漪一样。2015年，LIGO 观测站首次探测到重力波，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原来是2个黑洞碰撞，发生在13亿年前。黑洞的位置可以通过它们对周围物体的影响来确定，吸入气体、灰尘和恒星，发热辐射，可以看到它们的热图像。2019年，用事件地平线望远镜首次拍到黑洞影像，是处女座星系集群的一部分，离我们5500万光年。图像显示了黑洞周围的亮介质，比太阳高出65亿倍。这个光晕其实是热气在黑洞边缘旋转的可视化，因为它们被拉进去了。如果掉到黑洞会怎么样？无论你选择哪种黑洞，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你掉进黑洞会发生什么？说实话，不管你选择哪种黑洞，结果都不太乐观。如果你英勇地跃入一颗恒星质量的黑洞，你的身体将经历一个被称为意面化的过程，就是把你做成意大利面条的过程。惊不惊喜，刺不刺激？黑洞的引力会从头到脚压缩你，同时拉伸你，形成意面。
超大质量黑洞的影响相对轻微一些，所以让我们假设你选择了这种黑洞，为了人类和科学研究迈出你的巨大一步。射手座 A 是位于银河系中心的一颗超大质量黑洞，直径约为4400万千米，质量约为太阳的4310万倍。它是由2位天文学家 Bruce Balick 和 Robert L. B. Rowan 于1974年发现的，但直到1982年才正式命名。如果你进入 Sagittarius A 本身，那将发生在你越过事件世界时，即不可逆的点。你将能够从内部看向外部，但由于任何光都会回到你身上，没有人能够看到你。好消息就是，虽然引力比较小的黑洞强大得多，但拉伸的潮汐力较小，这意味着你不会变成意大利面。但坏消息是，你也跑不掉。你能不能跑出来吗？你的希望在于白洞理论。简单来说，如果黑洞吸收东西，那么白洞会将它们再次喷出，不管喷向哪里。它们之间通过一个称为虫洞的跨位通道相连接。也有一种假设，如果你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黑洞将自然转变为白洞。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我会长生不老吗？还等。这个过程被认为需要数十亿年，但没有理由感到沮丧。为什么呢？由于内部的强烈引力作用，对你来说时间会加速，所以整个过程将在毫秒内完成。当然，目前这只是一种理论。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跳入黑洞不明智的证据，可以考虑一下2014年由3个 NASA 望远镜捕捉到的潮汐破碎现象。这是由一个恒星距离银河系中心的一个黑洞太近而引起的，距离大约290光年。当它被吸入起点时，它被扭曲、拉伸和撕裂，而被摧毁的恒星的残骸则被抛出，形成了一个宇宙。考虑到仅我们的银河系就拥有1亿个恒星质量的黑洞，而且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中心有一个如此巨大的超大质量黑洞，以至于它可以容纳水星轨道。也许是时候我们开始更多地了解这些神秘的现象了，至少以防我们将来可能会发现自己即将掉入其中。就算掉进去，你看了我的影片也知道怎么跑出来。好的，不用谢，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要做意大利面了。订阅、评论、点赞，再会。